我今天推荐一部描述职场小白受老板压迫，最后反抗，揭露上司和美女职员不正当关系的搞笑日本漫改电影。故事是这样的，甜美笑容的新人梨梨香在科长盛元的引荐下，加入了主角高桥工作的宣传部。高桥已经工作5年了，因此盛元让他帮梨梨香熟悉业务。相较于开朗的梨梨香，派遣员工3只冷淡的没引起多少注意。高桥原本以为只是常规的带新人，没曾想这却成了他的噩梦开始。梨梨香只擅长卖萌，啥也不会，让高桥头疼得很。3只想帮忙时还被梨梨香拒绝，说他要跟高桥学，还嘲讽3只只是个实习生。高桥内心里已经给这副做事的公主判了死刑，他对梨梨香实在无感。每天帮梨梨香收拾烂摊子的高桥已经精疲力尽了，难得和男友的约会被打乱，高桥只好无奈回去接着加班。就在这时，3只突然过来帮忙，高桥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们花了好一会儿才弥补了梨梨香留下的漏洞，开始抱怨这个讨厌的新人。3只推了推眼睛，目光锋利，说这人根本不干活，他却特意调来了宣传部，这其中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吗？3只的话没说清楚，高桥也开始对此深思。他注意到科长盛元经常无事也要梨梨香陪同工作，同时他也观察到两人的行为略显亲密。难道这就是3只所指的别的原因？得出这个结论之后，高恒在街头再次见证了这个现象。但他已经是成年人，在职场里打拼多年，早就懂得了如何处事，因此他选择视而不见，回到自己的工位，看到男友发来的短信，约他下周2去米其林餐厅约会。他笑了笑，急忙找盛元请他保证下周2准时下班。高桥和3只变成好友了，因此把这事儿告诉了他。3只提到他也是因工作去过那餐厅。高桥对3只的工作感到好奇，但3只却把话题转到了高桥男友身上。他和男友交往已经2年，下周3似乎是他们的周年纪念日，会不会是要求婚呢？高桥急忙喝口水稳一稳情绪。周2的时候，高桥若桃花来到办公室，却听到了震惊的消息。原来梨梨香负责的紧急任务还没做完，而他又刚好请了病假。科长昨天也出差了，不难想象他们肯定又在外头闲逛了。结果可怜的高桥又被使唤，被逼着赶紧完成工作。听到电话里梨梨香毫不避讳的声音，高桥怒不可遏，他终于忍不住爆发。如果今天的约会真的是求婚，他一定会把梨梨香碎尸万段。在天桥上发泄完后，高桥泪眼朦胧地看着手机中庆元的照片。这时3只出现了，听说了这一切，3只的眼神又锐利了起来，告诉高桥，职场出轨这种事本应该彻底根除的。高桥明白这一点，但他更清楚揭发者肯定会受排挤。3只给了他启示，说如果外人来揭露，这对奸情不更好。他露出了深意的笑容。和高桥分别后，3只揭去伪装，原来他并非普通的派遣员工，而是受聘于专门处理职场出轨和公司问题的侦探公司。我和小新在这个领域已经混了好几年，处理过很多搞小动作的员工。确定目标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第2天，梨梨香去找高如道歉。高桥本来想直接揭穿他的谎言，最后还是笑着接受了钱。这时3只故意找梨梨香的茬，还说撒谎的人会被阎王递把舌头。果然那晚梨梨香找到盛元说私房话，小新则偷偷跟着拍照，发现梨梨香将盛元刚买的名牌包迅速拿去卖掉了。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随后他打电话给3只，目标已在酒吧出现了。3只变身不再是白天那吐气样，化身性感尤物，主动约盛元小酌。盛元看得哈喇子直流，小新也开始行动。原来梨梨香卖包是为了找牛郎，两边计划进展顺利。小新和梨梨香聊开了，梨梨香毫无保留的什么都讲，完全不避讳，几句话就让梨梨香对他刮目相看。而盛元这边更是游刃有余，这男的易如反掌被搞定，尤其是3只还长得那么好看。当然白天的3只依旧是那副土装样，但他已经成功的从梨梨香那里夺走了盛元的心。现在盛元连带梨梨香都不玩了，原本稳操胜券的金主就这么被抢走了。
离离香气得直冒烟，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位，然后开始埋头苦干。几天后，离离香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不料他把高桥管理的那个关键项目搞混了，结果给客户发送了10万份温泉包子的广告。高桥只好又来救火，连盛元都气坏了。但见离离香泪眼婆娑，盛元最终只责怪了高桥。高桥流下了泪水，觉得很委屈。他甚至考虑要辞职，但是被三枝拦下了。现在不是逃避的时候，高桥不是还想要提升自己吗？且搁置庆元的求婚不谈，就算辞职成家庭主妇，生活也不会轻松。三枝不会让无辜的人承担责任，所以他赶紧勾搭上了盛元，而且游刃有余，没有让盛元占太多便宜。因为盛元还和离离香在一起，就拒绝了更进一步的接触，还说如果想走得更近，就得先和离离香说分手。显然盛元更喜欢成熟的女人，所以很快就提出和离离香分手，还找借口说老婆快发现了，必须得赶紧结束这段关系。离离香当然能感觉到盛元是因为别的女人，所以怎么说都反对。但盛元一旦决定就不顾旧情，声称自己已经帮够离离香了，现在两清。坚决提出分手后，盛元立刻给三枝打电话。不过盛元还算有情义，把一直由高桥负责的重要策划转给了离离香，高桥被安排做辅助。听到这个消息，高桥几乎崩溃了。为了这个项目，他付出了心血，结果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直接把他摘了下来。他决定辞职。正当此刻，三枝阻止了他，向他展示了一则消息。原来一直心怀不满的离离香选择自曝跟盛元的关系，称自己被盛元强迫成了小三。离职前还给公司所有人发了那些照片。盛元这下倒大霉了，一雪前耻的离离香于是去了酒吧，和最爱的牛郎小新一起喝庆功香槟。原来这主意是小新想的。离离香本来到东京就是来淘金的，他家乡有个对他言听计从的议员男友做后辈，下半生本来无忧无虑，现在该结婚了，玩也玩够了。然而当他给男友电话，男友却怒不可遏，发给他一封邮件，内容居然是离离香在酒吧和牛郎调情，还有和盛元出轨的照片。如今婚约取消，离离香的未来也泡汤了。关于三枝的事情，计划达成，他没必要再留在公司了。高桥没辞成职，结果反而是三枝被送走了。新来的科长特别看好高桥，努力得到认可，感觉真好。男友庆元还向高桥求婚呢。三枝感到很欣慰，这正是他初来乍到的目的，不让那些真正努力的人被一堆无用的东西淹没了。委托这次行动的还是他们公司的领导，正是高桥他们的老板。原来盛元一直臭名远扬，他的背景也不简单，所以领导不便插手，有了三枝帮忙，这才摆脱了这个大麻烦。三枝将继续做正义的使者，继续行走在打击邪恶的路上。难道有这样的圣人对美女完全不动心吗？专职处理职场情事，影响公司效益和氛围的私人侦探三枝再次成功的介入，成功拆散了那对可恶的盛元和离离香，帮助前2集的主人公高桥摆脱困境。这次他又锁定了新的目标，他就是名叫成太郎的服装公司管理者。他已经2次被抓到出轨，但是依旧没改过自新，2次出轨的人都没有起诉，因此成太郎依然稳如泰山。公司派人来阻止成太郎。服装公司的山田面临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服装公司职员，他的穿着实在不入流，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都很一般，所以同事们都不待见他。山田根本不在乎，只要能赚钱就好。但新员工三枝主动找他聊天，让山田感觉很舒心。很快他们就成了好友，山田甚至还迷上了三枝。尽管告诉三枝自己是单身，山田其实撒了谎，她有男朋友，恰巧那男朋友就是成太郎。山田看起来可不像离离香那样的烂人，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他和成太郎在一起，完全不像有外遇的样子，倒更像是真正的情侣。难道山田不知道成太郎已婚了吗？三枝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山田是个正直的女孩。这么看来，如果还采取以前的做法，担心山田也会受伤，必须换个方法。三枝开始转弯抹角地说，
他假装自己以前在公司恋爱，结果模棱两可的变成了第三者。他向山田透露，自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在职场谈恋爱了。果然，山田被触动了，话语也松动了，还说如果自己在公司谈恋爱了，可以跟三枝商量一下吗？晚上做饭时，山田回想起三枝的话，打算今晚跟成太郎商量，公开他们的恋情。可是成太郎不但没出现，整晚都没给山田回消息。山田感到很难过，成太郎以前从未这样，第二天还是一样，第三天也没变化，是不是被抛弃了呢？那个晚上，成太郎终于出现，山田连忙跑过去抱住他。成太郎说，这段时间因为爷爷去世，所以很忙。虽然这借口很牵强，但山田爱得迷糊，不在乎这些。看到成太郎吃自己做的饭，露出满意的表情，山田刚感到快乐的时候，买调料回家，却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份邮件，里面居然有成太郎和他家人的照片。见到这些照片后，成太郎误以为山田在暗地里调查他，于是暴露了真实脾气，冲着山田大发雷霆。山田伤心地将成太郎赶出门，尽管成太郎试图挽留，山田不打算回应。他从未料到自己会变成小三，这显然是三枝导演的，但他心里并不愉快，因为三枝明白山田肯定很受伤，而且他隐约感觉不妙，总感觉是不会就此打住。果不其然，第二天三枝察觉到了异常，成太郎为了报复山田，竟在男厕所贴了找炮友启事，还留下了山田的电话。三枝非常愤怒，决定重新启动计划，制止成太郎诋毁山田，拦下成太郎诋毁山田，找田桃果负责。随后三枝重操旧业，故意安排和成太郎的偶遇，但成太郎反应出奇的冷淡。这怎么可能？三枝屡败屡战，仍旧不停尝试，但依旧无功。竟然还有男人不为三枝所动。他的伙伴阿言，也就是酒吧的调酒师分析，成太郎的口味很特别，觉得山田是那种标准的贤妻良母，老实巴交，可能成太郎就喜欢这样的。所以第二天，三枝装扮成了淳朴大妈的样子，果然成太郎立马被吸引了。三枝的演技真的如鱼得水，演得跟山田一模一样，塑造了一个怯懦只懂付出的女性形象，这正合成太郎的口味。不久，三枝就开始和成太郎聊天。成太郎真的很喜欢和这样的女人交往，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个主宰，简直是精神变态。正在家里整理东西准备辞职的山田，收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话，电话那头竟是用变声器的成太郎，威胁山田赶紧离开公司。山田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来到了公司，迎来的却是同事们的闲言碎语，只有三枝在同事面前替山田挺身而出。山田最后决定请三枝到家里聊聊心事。三枝劝山田要强硬些，这种毁誉的事完全可以告到法庭去，公司那边也可以去告。但山田觉得虽然自己不知情，自己也算是出轨的一方，他觉得辞职或许是为自己赎罪。三枝不同意这种看法，他非要为山田讨个公道不可。山田得坦然面对，既然没犯错误，那就没有罪能赎。正在这时候，门铃响起，山田去应门，但门外无人。三枝也跟着出去，看见山田的信箱里多了一封信。他打开信封，信封内成太郎发来的山田床照，他铁了心要把山田赶出去。三枝一方面安慰山田，一方面决心报复，决定要让成太郎这坏蛋受到惩罚，让他和山田一样遭殃。同时小新在向阿言打探情况，原来他一直在追求三枝，虽然屡败，但仍旧不断尝试。听说阿言和三枝以前是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所以想打听一下具体情况。阿言跟小新说，巨之之前遇到了一件大事情，所以就辞了律师的工作，开始干现在这份工。也是因为那件事，让三枝的生活全变了。但小新问起那事时，阿言却没吭声，变成了出题人。这时三枝走进来，吩咐两人改变原计划。这计划看着很残酷。过了会儿，副导小五和摸狼一如既往的在家撩三枝。门铃突然响起，开门一看，没想到成太郎的妻子应美来了。应美不是还在家里休息吗？成太郎有点吃惊，更令他惊讶的是，
应美身后竟然跟了个女人，居然是三枝。应美介绍说，这是他在瑜伽课遇见的新朋友原田哥。成太郎愣住了，心想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个病娇变态。三枝和应美现在是朋友了。应美对三枝说，她原来是公司顶尖的销售员，但怀孕后就辞职，成了家庭主妇，现在想复工也难，家里有3个小孩需要她照顾，社会对育儿断层实在是太苛刻，没办法。应美和三枝聊得特别来电，所以两人关系进展特别快。接下来轮到小新登场了，他们调查得很清楚，应美家境非常好，成太郎的工作和成家都靠岳父帮忙，正是一个典型的啃软饭的，得让他见识下现实有多残酷。三枝天天疯狂给成太郎发短信，说他很想念他，成太郎气得直接把他拉黑了。更糟糕的是，妻子应美刚放完假，准备带孩子回来，这边还有三枝这个炸弹，真不知道怎么办好。成太郎急得团团转，手机已经被屏蔽，三枝改打座机来烦，不只是网上骚扰，线下也不放过，让成太郎怨声载道，甚至后悔惹上了这个麻烦。三枝行动顺利，心情大好，继续劝解山田。山田也变开心了，因为不知怎的，成太郎突然不再骚扰他。虽然成太郎一直不见人，但三枝用对方的方法对付对方，警告成太郎要是不去见他，就把两人的事透露给应美。无奈之下，成太郎只得现身。刚一见面，三枝立刻展示了奥斯卡级演技，扮演一个求爱不得的小三，栩栩如生。接着第3个人物登场，正是酒吧的调酒师阿言，他现在成了三枝的老公。发现三枝和成太郎有染后，勃然大怒，想揍成太郎。同时假扮路人的小新冲上前去制止阿言，结果被阿言在地上狠揍。成太郎只是个普通上班族，没见过这场面，以为惹上黑帮了，吓得屁滚尿流。成太郎逃走后，两人才安慰地上的小新，这也可以算是职业受伤呢。几天后，山田高兴地找到了三枝，他换了个发型，还改变了服装风格，整体看起来更有魅力了。既然成太郎不再打扰山田，三枝也就辞职了。山田专门来表示感谢，都是三枝的劝说让山田有了改变自己的决心，别再当失败者了。成太郎的恶行也被报到了上头，直接被调到一个全是男性的部门，主管是个女强人，对不尊重女性的成太郎真该好好教训。而且三枝的举动不止这些，别忘了他还是应美的挚友，他还鼓励应美重新工作，不想全职做家庭主妇。应美一直有这念头，而且比成太郎在家有更高的地位，很自然的就同意了。现在成太郎不但要工作，还得分担带娃任务，这下他没机会出轨了，真让人挺痛快的。与此同时，阿言在酒吧和三枝聊天，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那事告诉小新了。三枝明显是个有故事的人，小伙伴们都不知道，其实三枝拥有一枚特别的戒指，这枚戒指对他意义重大。先不提这个，新的任务来了。这个任务挺有挑战，调查的对象职场出轨，而且已经持续好几年，处理起来很棘手。在化妆公司里，新晋科长加奈正高兴地向同事们介绍自己，派遣员工三枝也在场。他这次的目标，佐分利和指原是他的同事，加奈还挺年轻的，所以佐分利和指原没把他当回事，经常会议缺席。加奈发现他们工作时亲热也不避忌，甚至在上班时浏览情趣内衣，加奈头疼极了，但他又不想一上任就被认为是麻烦的上司。这时三枝和古本突然来找他，古本对加奈说，自己一直在佐分利的团队工作，但二人关系一直不和，原因是佐分利先生对女性同事的界限似乎完全不存在，经常有些轻浮的行为。加奈今早已经有所体会，这种行为往往让指原很不爽，指原不爽后，受害的不是佐分利，而是这些女同事们，这简直是职场霸凌，特别是像古本这样的新人更是难以承受。而且三枝还向加奈透露，佐分利并没有跟指原谈恋爱，因为佐分利其实已经结婚了，也就是他们在职场有染。加奈一看这样子，就把佐分利和指原叫来，让他们注意下工作中的形象。
还对佐芬利说：“别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加奈不想管他们私事，但如果影响工作，就另当别论了。谁知道佐芬利完全不买账，简直就是个顽固分子。既然科长不信任他们，那他们索性就不做这个项目了。佐芬利对自己很有信心，年轻的女上司加奈压不住他。三只已经预见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安排小新假扮清洁工秘密进入公司。加奈未能解决问题，看来得换个办法了。三只决定让小新继续隐藏一阵，看情况而定。因为指原并不属于他们业务部，而是隔壁设计部的同事，所以加奈专门找到设计部的科长三本商讨解决办法。他不太愿意干涉员工的个人生活。加奈无奈地再次找到佐芬利，恳求他不要放弃这个关键项目。没想到反被佐芬利责备，说他对下属缺乏信任，压抑员工的积极性，让加奈急得团团转。佐芬利和指原突然离开，让他的工作负担大增，使得加奈手忙脚乱，完不了任务，忙到深夜。最后加奈崩溃了。佐芬利和指原这对奸情者明显破坏了公司环境，对这类人三只一见一个抓一个。他返回公司帮加奈完成任务。加奈也开始向三只抱怨，说他不愿意当科长。三只安慰加奈，说他做得挺好的。佐芬利和指原保持了5年的婚外情，第1年就被妻子发现，假装分手了。后来佐芬利被调去分部，但他们仍然偷偷见面。3个月前指原回到本部了，又重新燃起了。这堆重新燃起的死灰已经给公司带来了巨大影响，得赶紧扑灭才行。但应该怎么开始呢？经过调查，阿岩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原来他平时的爱好竟是占卜，喜欢占卜的人在潜意识里，大家都渴望从不安中解脱。看来这次不能从男生开始，可能要从女生这边着手。第2天，三只开始主动和指原联系，不止在公司主动靠近，私下甚至开始跟踪了。这次他用了什么理由？三只假装介绍自己，说自己也在谈一场办公室地下恋，想和指原前辈多交流交流。结果聊得不亦乐乎，指原就把自己的情况全说了，提到佐芬利有家室了，所以挺难分的，自己也束手无策。三只用反心理战术展示了自己手上的戒指，向指原透露他新欢已和前妻离婚，下月将与他步入婚姻殿堂。指原显得既羡慕又尴尬。接着三只告诉指原他喜欢算命，之前找了一家很准的塔罗牌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成就。果然指原的兴趣被勾起了。而在另一边，小新也跟着佐芬利到酒吧拉近关系，酒桌上大家很容易变成朋友。佐芬利很快就跟小新无所不谈，告诉他自己有妻子，还在公司里搞了个女朋友，虽然曾经被发现过，差点栽跟头，好在最近老婆忙着帮女儿准备考试，没空管自己。小新开始试探性问话，问佐芬利考虑过离婚没。佐芬利其实没这想法，在他看来，老婆永远是老婆，女友还是女友，男人嘛，两者缺一不可。聊天时，佐芬利突然给小新展示了一样东西，小新看的眼睛都亮了。那到底是什么呢？小新马上去告诉三只，不过导演并没有让我们看清楚那是什么。似乎这东西让佐芬利即便再被抓到出轨也不怕。既然如此，三只索性顺势而为，想看看佐芬利究竟有何招数。镜头转向加奈这边，加奈忙了好一阵才完成佐芬利留下的项目。部下有这么个麻烦人物，加奈实在无奈。调职申请已经准备好，就剩最后一步了。三只看到这，决定抓紧处理，拉指原去了那家他说很灵的塔罗店算算姻缘。而这个占卜师其实是阿岩装扮的。阿岩的演技丝毫不逊色，很快便投入了角色，神乎其技地算了一番，居然真把指原迷得团团转，直夸太准了。最终进入了高潮。做好了准备后，阿岩抓住机会说，指原最近运势超好，干啥都能赢，想抢那男人得赶紧动手。指原信以为真，开始策划如何与佐芬利表白。与此同时，佐芬利正忙着把加奈这个科长弄走，他故意没有理会客户的新要求。果然加奈急忙去找佐芬利问个究竟，但佐芬利一脸无所谓，
说自己忘了，还说领导不就该帮下属收拾烂摊子吗？说完就带着沮丧离开，只留下狼狈不堪的加奈。佐芬利信心满满，觉得加奈很快就会自己走人。指原对加奈毫不关心，他现在只想听师傅说的话。他希望佐芬利能立刻和妻子离婚，然后娶她。佐芬利是怎么回应的呢？他用一个拥抱就稳住了指原，安慰他说他早就想离婚了，但得挑对时机，让指原再耐心等一会儿。果然指原一开始的激情很快就平息了。返回办公室，意外在自己的柜子里发现有人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佐芬利正在欺骗他，想知道事实真相就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然后再去找加奈。他赶紧去向客户道歉，都因为佐芬利的事。客户要的传单全堆积在店内，一个没派出。客户怒极了，加奈束手无策，只得连连道歉。此时古本和同事们赶来，决定帮加奈一把。原来三级注意到了加奈的难处，便通知了大家。看到加奈这段时间的辛劳，大家心疼这么好的科长遭受处罚，纷纷自觉来帮忙。加奈很感动，在伙伴们的协助下，他们最终在深夜手工完成了任务。有了这些棒队友，加奈决定不辞职了。另一边，指原终于到了纸条上写的那地方，没想到这个地点佐芬利居然搬新家了。佐芬利竟然和他老婆搬进了新居，两人看起来相处得很融洽，可这和他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支原气冲冲地走到佐芬利面前，重重地扇了他一耳光。看到佐芬利女儿出现，本来还想打的之一气呼呼地丢下一张纸条，然后离开了。这时候路过的小新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那天晚上，佐芬利向小新展示的正是他计划买的新房。原来这所房子是佐芬利留住妻子新的依靠啊。佐芬利搬到新家后，家里的气氛冷如冰窖，但三只明白这种小打击难不倒佐芬利。果不其然，第二天他就去找指原说明情况了。佐芬利暂时得到了指原的原谅，接下来面临的却是第二次冲击。晚上，佐芬利的妻子接到一封陌生邮件，邮件里附带的视频显示是三只用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佐芬利向指原解释的画面。这周末指原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还跟一位名叫太一的老同学聊上了。而同一时间，收到视频的佐芬利的妻子正急忙忙地带佐芬利去线下会面。太一正在向高中暗恋对象指原表白，表白到一半时，佐芬利的妻子走了过来，直接把离婚协议扔到他脸上，并把指原和佐芬利的事抖出来了。佐芬利拼命挽回，说自己和指原只是闹着玩的，他真心只爱妻子和孩子。佐芬利居然说出这种话，指原一怒之下抓住了他的衣领，问他这5年的承诺到底值几分钱。大家期待的结局终于到来了。佐芬利在婚姻和事业上都遭遇打击，被老婆甩了，在工作中也被人指控站出来告发，被指故意无视客户需求，结果被调到资料管理部闲着。指原也干脆辞职了。同事们都在议论此事，现在终于可以开心，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加奈的科长生涯终于顺风顺水，三只也离职了。项目完结后，小新继续追求三只，不料这次三只终于向小新坦白了真相，原来三只早就结婚了。小新急忙询问阿言详情，原来三只的丈夫曾是个杰出的建筑师，但他的上司职场出轨，严重影响了三只的丈夫的工作，使他焦虑不已，最终力不从心，导致了工作事故，重伤之后只能躺在床上靠呼吸机活着。这是三只选择这条路的原因，她不想再看到更多像丈夫那样的受害者。因为一些道德败坏的人，不止影响他们家人，还有同事们。至此，纠正贵司的混乱全剧落幕。整部戏就像是职场出轨的警示，提醒大家工作中别牵连别人。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下期视频再见。